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。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还来一个，这个你们都没抢着。再来，舌尖。这叫玩赖啊，不重要。开玩笑就好了。现在定场诗已经没有原来的意义了，原来是告诉你别说话，现在就是看谁嘴快。现在定场诗其实就是一个小游戏啊，谢谢吧啊，就喜欢说书。而现在棚里说书啊不热闹，不像当年那个年头啊，老先生说书啊，这带现场要钱的那可热闹啊。你给我也不能要啊！过去是这样，因为过去你说书的先生他也没有卖票这么一说呀。那旧社会那个老茶馆什么的啊，一个是呢带着徒弟小徒弟旁边坐着听书，先生说他跟那儿听；一个呢就是饭馆啊，比如茶馆、书馆那些个伙计们帮着先生要钱。先生一看说差不多，到哪个节骨眼啪一摔木头，这儿说完了。就这些位连徒弟带伙计站起来了。有一口头语儿，啊，费心，就是您多费心了，所以就站起来费心，就都喊这个。这一帮人费心，拿一小笸箩，哎，上观众席里边不都是那个小桌子吗？一个桌子坐几个人，过去之后，大伙儿往这里边扔钱，多多少少没有人跟您争竞。小孩们呢？小孩们往后边。啊，你别说又不花钱又没那什么，还坐头一排，这个不合适了。前面有的就是老主顾，我常年包这座，啊，我来不来我也给钱，有这种。这个钱呢，有的就是跟茶馆下账，有的就全是先生的。说打几回钱也没准谱，有的先生打钱就多，就有能耐那个主，观众也爱听，啊，说的也好，扣子也脆，包袱也响，他老打钱，那观众也认头，也认头。就怕那个又没能耐，还老要钱，那不行。又本来就不爱听，你还要钱，是不是？那笸箩给你踹了得啊！有老先生也爱跟观众开玩笑啊，这个笸箩收回来，拿回来得搁这儿，搁桌上，告诉先生敛多少钱了。哎，有的先生就拿扇子还里边扒拉去，看看钱多钱少，就是跟观众逗着玩儿，哎，也挺可乐的啊。现在没有了，没有吧？啊，我下次我就在这儿啊。我弄个二维码，哎，把我手机搁在这儿，哎，往这儿一努嘴，我就听着叮当当叮当响，这样我心情会美丽一些，挺好。你说书这个乐趣是别的行业所不具备，但是你得干这行，你不干这行，你不了解它啊。行了，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啊。不爱说闲牌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快坐。嗯。刚才在这一走，那有人喊再来一个，还没开始呢。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不来了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那好吧啊，这个你们也不是为了听书啊，你们是为了练口才，太棒啊！以后无论是看什么演出，你们一定这样啊。要是不这样，让我知道了，我就看不起你。但是我不建议看电影的时候跟屏幕上的演员对话，
因为会让人看不起的，啊，多好玩啊！听书听相声，当然了，有时这个说相声，站台上给观众搭茬儿，真是没法的。因为从本心来说，没有一个演员喜欢有人搭茬儿。你别以为你搭茬儿说相声发自肺腑的开心，他不愿意。你打破了他的节奏，你把他所有的东西全搅和了。但是这对说相声来说，它是个锻炼，因为你管不了啊，你拦不住，那你说怎么办啊？是不是？现在的园子也不像当年的园子了，想当年北京城、天津卫一说园子，那就乱的不行了。过去不讲究园子里边安静，因为过去看戏也不叫看戏，也叫听戏啊。为什么要听戏呢？他那座都横着的，没有谁能坐在那儿面对舞台这么看戏，他不是啊，就是侧着身的。所以那会儿讲究听戏，就闭着眼啊，跟那儿聊天说话，那儿能听见唱，就老一听戏。据说嘛，清末民初，谁要说我们看戏去，还让别的观众笑话呢，外行啊，哪能看戏？那看得见吗？是吧？就是听戏。那会儿扔手巾板，夏天冬天手巾板一大堆，10条毛巾，拿开水一拎，撒上花露水，咵一扔，楼上楼下对着扔，楼上有伙计也得接着之后给这客人擦把脸什么的。卖吃的卖喝的，卖饮料的，卖冰激凌的，啊，没有的东西，园子里边热闹之极，啊，还有那个过去有那个抽烟的，但那个大烟袋特别长，啊，拿条毛巾擦着烟嘴儿，啊，也不用问你，咵直接离着挺远啊，离着3米，咵就捅过来了，就递到您的嘴边上了。听戏这准自管张嘴呗啊，哎。吧嗒抽几口，哎，这儿撤回去，给人钱，哎，服务很周到。后来要求，文明看戏啊，当然现在那样大伙儿也接受不了了，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。你当年老先生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在棚里边录评书，啊，而且大伙儿还跟着一块儿起哄，这他们想不到的事情，想不到也到了啊，谢谢各位吧。天上冷飕飕，地下滚绣球，有馅儿的是包子，没馅儿的窝头。通俗易懂啊！来不了，因为就一个窝头。哎，不来了。我要不给你递这句，你们得多难受啊！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观众啊，送到任何一个书场啊，都得让人打回来。但凡呐，这说书的意志不坚定，也得让你们给搅和了啊！行吧，我也是比较享受这个状态。你棚里边录书啊，还不能跟你们玩的太过分。这要是小剧场啊，说实在的，那咱们得玩的飞起来啊！还太好了，哎呀，长知识吧啊！我平时没事其实爱看看书啊，哎，写字儿啊，画画，写的不好，画的不好，胆儿大，没事还爱鼓捣，弄个植物什么的啊，爱种点什么，哎，我也种不了那正经花儿，啊，就是人家有事儿干，厨房切那个白菜，剩那脑袋拿过来啊，你不用管它，就拿水泡，找一小盘儿，顶多堵上2块石头，哎，浇点水。慢慢的就长出挺子来了，哎，也长叶儿，也滋芽儿，也开那个黄色的花儿，哎，你要摆在那儿看着它，很开心。还这个红薯、地瓜，这个好，这好啊！你找一小碗小盆的，搁在里边，慢慢的就滋出来了，啊，土豆切成条，找一小盆有土啊，把它搁在里边，它也长。哎，很好玩，哎，你们回来都试试啊！仙人掌啊，仙人掌我是没种过啊，你们种完告诉我啊。这山药其实要种，很好玩。整个的山药有时买多了，剩一根扔那儿，没几天就长芽了。哎，就找这么一个瓶子，搁点水往里边一泡，
搁在床台上，慢慢的它就那个叶儿那个腕儿啊爬得挺高，长一叶儿好看，挺好玩。甘蔗也能种，啊，甘蔗种的时候横着种，吃不了了哈，打算种。哎，一看这甘蔗不一节一节吗？它有时节呢，就那芽儿就能长，就地上刨点土，把这甘蔗横着放。哎，它顺这箍劲儿就这么长。哎，这个很好玩，这都行啊。这以后我可以办一个这个水培植物厨余剩的这个菜头培训班啊，这是个乐趣，是个乐趣啊。那山药有时候到最后你要搁在土里边，最后一蹬出来，出那小山药豆，也挺好的，啊，也不错。有机会啊，有机会。我也不知你们哪位是这个植物的专家啊，咱也不懂这具体怎么回事，反正就看个签儿，有叶儿，你看它生长，这我很喜欢。还有的时候就愿意把那个一些个什么橘子呀，就类似这类的水果吃不了的，就搁那儿晾着它，啊，晾到最后水分蒸发没了，就剩这么一个，搁那儿摆盘也好玩。文房清供嘛，他们有拿这个搁在佛堂上上供。当然得看什么水果啊，西瓜这不行，晒不干。西瓜、菠萝不适合晒，晒到最后都是虫子。柠檬、佛手、香橼，啊，就这类东西，柑橘类的，这都很好。我那天晒了几个牛油果也行，不好晒，损耗大。啊，其实橘子也损耗，晒着晒着就烂了，要不就长白毛了，长不了，这就得扔啊。但是晒完之后很好。柚子我晒了10多个柚子，大柚子，慢慢的水分蒸发，晒完之后晒干了，哎，掏一窟窿，跟个碗似的，啊，还有那橘子晒到最后晒干了，把它弄完之后能当香炉使唤，哎，里边点个香什么的也很好，这是个乐趣。按说别人就都扔了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看着就开心。还有一次弄了一个橘子，这橘子呢还挺好，我说咱里边把瓤掏出去，然后趁着软和，我说试试吧。我竟然给它翻过来了，整个橘子皮翻过来了。还有后来干了之后呢，哎，皮儿跟里边是翻着的，没事拿它盘一盘也挺好玩啊，这挺有意思，真的，我就这个东西我喜欢。你真是给我来40斤黄金，我也要。哎，不重要啊，就是人得有个事儿干啊。你看金圣叹呢，好多过去那个明清那个大玩家都有说法嘛，说这个人要是没有任何爱好的话，不能跟他交朋友。好了，那个有关这个文房清供的问题，改天再聊啊。就是尽量摘那些个能晒干的东西啊。之前有一次谁跟我说这个，说菠萝到最后能晒干啊，我也是一时糊涂就信了。好家伙！我就搁在那儿没动啊，开始看着还真是逐渐的萎缩，后来到跟前儿，呜呼，那些个虫子呀，而且这个菠萝呀，这个留了摊儿，时间长之后，那个就臭的都不行了。这说点别的吧，行了，接演。快坐吧，快坐，坐下再串闲话啊！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。你们早了，得等这木头摔完了再说话。不了啊！你们也是啊，怕我啊不给你们留节骨眼儿，所以就赶紧说，是吧？我都看透你们了。听书是不是好有意思啊？行，啊，你们好好听，我好好说啊。哎，赶明儿我说相声你们也得去，我唱戏你们也得去啊。太棒了！哦，抢不着票啊。这是个事儿啊！你要不回家那是2回事啊！你看他说这个抢不着票，这有情可原，我还能帮忙。
你这不回家那管不了那个啊。多办几场。多办几场，谢谢吧，谢谢啊，我努力啊。我也老说这个，其实我都说烦了，因为也确实是我不会别的，我要会搓澡，我能请您各位哈。眼睁是不灵啊！你看于老师还能请你们喝酒聊天啊，串个闲话舞的，我是真不行啊。我努力吧啊，但是到这岁数了，年近半百的老人，也干不了别的了，就好好说书，有您各位支持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哎呀，不说闲板了，咱们，哎，不说了，那好吧，我得跟制作单位说，不是我的事儿，热心观众他要听，也没有这么多闲板可说，说差不多了都啊，想听点什么呀？那不这就不好干了，这得你们出题，你知道吗？那更坏了。你看这位先生说得好，说点那个不能播的，这是发自肺腑的话。但是咱得这么说，我是按照能播的那个才能结账的。咱们天天不能真坐着串闲话呀啊！每一段闲板其实跟正文啊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关系的，有的是通过它入进来，有的是说完之后呢，节目当中会体现。再有的确实是跟正文没有关系，没关系也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你吃炸酱面去了，你先来几个凉菜，炒俩热菜，那跟炸酱面有什么关系？对吧？你不是喝酒聊天等着面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得，咱们直接炸酱面了，今天啊。我一说这那，哎，也不知是爱吃是不爱吃啊。吃面我可是行家，我那天算了算，我会个6、7、10种吃面的方法。这个聊会儿，不行，好，就这一说还哪有完？这一期就没多大功夫，细致说面了不得。我这些日子我又把我那些个有关吃的那些个资料翻腾出来，准备把书给人写了啊。10几年前呢，我一直要写本书，叫《郭德纲谈吃》。10多年前，来了1万多家出版社，我们要。我说好，我写完就给你们啊。10几年下来，我那天回头一算，好多编辑都退休了。多耽误事儿啊！关键是什么呢？其实你看，架子我也搭完了，并且呢目录都捋完了，而且我按照目录我已经口述了一遍了，那徒弟们都打成字儿，我只不过说再顺一顺。但是这个玩意儿呢，他干活是有状态。哎，这10天20天我有时间，我就天天就这出，这也行。你这忙忙活活那儿通知，明儿您山东演出去，山东回来这儿又做节目，你就沉不下心来。是说那还能挤出2钟头了，这还有半天了，他还有别的事儿呢，所以说没有一个创作的状态。但是现在我一想不行，我得挤点时间了，因为再不写我就忘了。我欠人家好多本书，真是欠了好多啊！那会儿最早的时候想写一个自传体的东西，我叫郭德纲，10几年前在网络上还连载了一点点。那个后来也是人一个挺大的一个文学出版社人找我，找我说您得写啊。我说我是要写的啊。我说我这个慢，因为我不愿意电脑打，我电脑打的慢啊，我愿意手写。人家出版社给我拿那个各种的本儿，说您就往上随便写，写完我们找人给您再整理再录入啊。你这些年这本儿我可诓人不少了，真是。咱不说半屋子吧，反正这一摞一摞的啊，这个到国分洋这上学都用不完啊。那天真是问了一下，人家说那跟我联系那个编辑俩都退休了。你算算，人家跟我联系那会儿40来岁，这都60多了，怪对不起人家的。我要干活，要努力啊！哎，加油！我不能再一天到晚的晾橘子、腌什么白菜呀，那泡山药玩了啊！我得干点正事儿啊！好吧，我不能听你们的了啊！说点正事儿，因为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商量。
郭汜病了。大将军郭汜认为自己中毒了，这个天底下事儿难说得很。那么说他有事儿吗？咱说他没事儿。啊，那个李傕拿他当亲哥们儿，真是对他好啊，疼他呀，发自肺腑的，我们俩得好到一块儿去。他自个儿起歹心了，他这媳妇儿老劝他，你一定会中毒的。谁请你吃饭，谁害你。你不信，你自个儿琢磨着。就这个玩意儿可灵了。咱们有一句老话说，这不就是忽悠吗？对吧？你只要忽悠他，就找对了啊，找对了节骨眼儿，只要入了他那个窍，就能灵。你要跟我说这喝酒这么好那么好，我不搭理你。你要跟于老师说，那不就灵吗？这喝酒好啊，舒筋活血，对身体这儿对那儿如何，完事增进朋友感情，你说是不是？他准说是。你要跟我说，我能给你踢出去，不管用，对吧？所以说一定要对了窍。他媳妇儿太了解他了，两口子一辈子了，所以他媳妇儿说这就知道他得信。哎，他也确实很孝顺啊。打这起不参加饭局，如果永远不参加也就没事了，好死不死去了一趟，去完之后坐在那儿自个儿就想，我可能要完，回来就嘀咕，这儿难受吧，这儿疼吧，我中毒了，我要死。你自个儿老往这道上领，那玩意儿谁救得了你啊？万幸他媳妇儿懂一些偏方，我不能让你死，得救你。偏方治大病，出了一个主意啊！我不知您哪位懂中医啊？人粪人尿是入药的，确实是。包括好多小动物，那蝙蝠那个粪便啊，一些个什么东西，它是能入药的，但那玩意儿也不是拿过来愣吃啊。入药它有它的过程啊，到最后怎么弄，君臣佐使，哪个配哪个，或者这个当药引子，那行好。您这个鼓足勇气，好家伙，这受不了。于谦老师电视剧开机，他说我去庆祝去，我让人打的，啊，你过去两军阵前开战之前杀一个人祭旗嘛，是吧？啊，这有可能是吧？新剧开机呀，对吧？得有一祭机的。他说不是，因为是在这个青岛那边拍，哎，头一天呢，人家弄点螃蟹来。说很好，人家也跟他说来一个，他说不来了，来一个，不来了，不来，来一个。人说这个好野生的螃蟹，说比养殖的硬啊，还不信，拿来吭哧一下子大门牙没了啊，这回信了，确实是野生的，野生的螃蟹壳硬啊，挺好啊，跟屋歇牙呢，谢谢各位吧，又来。听我这儿瞎说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我这个也不能叫艺术啊，顶多算是个技术，是由于您各位的鼓励和支持啊，才走到了今天。这个三国一晃可说了不少日子了，说了好几十回了，那个进度突飞猛进我估计要照这样说，我得说到80岁。行。有你们各位这么支持，我就不在乎进度了，进度那玩意儿不重要啊，好听就行啊，是不是？当然，我也有时也看网上评论，谁夸我好，我就夸夸人家啊。有人说这你说的这些个人物，有的时候跟其他的老艺术家说的不一样，甚至有的人物听着好像很卡通。我说这个怎么说呢，是吧？你都是卖包子的，他每家手法还不一样呢。发面用碱还不一样，和馅儿搁不搁葱还不一样呢，这没办法啊。
我们这个口味就这样，您多包涵着听啊。还有说，你看你把那些个大人物弄得这么搞笑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太难为人了哈。就跟当年我们说相声，说那个我们演过一个相声的小品叫《吃元宵》，我不知道有人注意没有哈？有一传统相声吃元宵，说孔圣人周游列国的时候吃元宵。吃元宵，这是马三立先生的代表作。你说当年40年代，马先生在山东有一次演出，主办方特意说今天必须要说吃元宵，爱听。马三爷就演了一遍，哎，一上台一说，底下坐着观众都爱看，热烈鼓掌。都这个看完之后呢，主办方把他带到前面来，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，这是孔德成先生啊，孔圣人后代。演圣公，啊，这个孔先生给马三爷吓坏了。你这个玩意儿，这不就如同这同着郭麒麟骂郭德纲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但是孔先生没有，满面春风的，哎，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就过去了啊。人本家不会当回事儿的，就是闲人他会给你琢磨琢磨这会不会能挑这点事儿来啊。人家京剧舞台上的曹操给人画一大白脸，那曹操那是政治家、军事家呀，你画成那样，你看你要上四川看川剧去，川剧有一出叫《丑刺马》，丑字的丑，刺马，刺那匹马，就是关公跟曹操两个人的故事。曹操喜欢关公，这有一匹赤兔马赐给你了，有这么一故事。京剧也有，川剧这出呢叫《丑刺马》。丑刺马呢是俩小花脸演这个，哎，俩小花脸演关公，演曹操，露着腿，穿着草鞋，拿纸糊一褂子，破麻袋片儿蒙在脑袋上，我就是关公了，那我就是曹操，俩人在前台上抢蹦豆啊，抢花生豆，最后打起来了，观众看了也很开心，也没有人说这个就侮辱关二爷了啊，就侮辱了曹操了，也没有。天下事其实啊，想简单很简单。当然了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我说书还得努力啊，我得努力，另外我尽量的少说闲玩啊。群众是伟大的。